大家好，这里是逻辑沉默。这个视频呢，是我第一次语音出镜啊，真的是有点小害羞呢。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东京艺术大学动画专业读研究生时候的毕业作品。我是一个模器服的制作花絮，还有一些小小的解说。相信来看这一个解说视频的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作品本身了吧？没有的话，请先回去看一下。我呢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我是模器服这个作品可能会显得比较晦涩难懂。它的主人公甚至不是人类，而是3个圆形的东西。这3个圆形的东西都自称是模器服。你知道模器服是什么吗？其实这是一个我自己生造出来的词，那就请听我慢慢道来。不过话说在前头，如果我是一个模器服，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我当时大脑还有心灵的世界地图的话，那这个解说视频只会把几大洲的轮廓圈出来，其他的细节就等大家自己去发现啦。好的，那我们就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模器服？聪明的大家已经发现了，其实模器服3个汉字是对英文里的单词 motif 的一个音译。我们可以打开维基百科，然后来看一下 motif 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发现，其实 motif 存在在很多的概念里面，比如它可以指民俗学里面的东西，也指音乐里面的，或者是它也存在在叙事艺术里面，或者是存在在视觉艺术里面，甚至它还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我对这一个共通存在的概念十分的着迷，也在他身上找到了新的对创作以及对自己或者是世界的新的理解。我把这些理解做进了作品里面，但是我又不太喜欢中文里面 motif 的通称母题、动机或者是主题，所以我想到了模仿、契约、符号组成的模器服，是不是还挺妙的？我觉得挺能传达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今儿个就说一整个模器服了，好吧？那么 motif 到底跟当时的我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下面的故事可以帮助你来理解这个作品。我当时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来到日本，我很快地发现了我对这片土地的不适应，还有一些不解。就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里面所描绘的日本一样，这里有着独特的规则，还有符号与意义的相互关系。曾经有一次在学校的课上，某一位教授说出了阿宅怎么可以是艺术家这句话，让我觉得十分的有趣，但同时又很膈应。这其实也正符合我当时在这片土地，或者是其实不止这片土地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阿宅、社畜、艺术家、辣妹等等，带着这些标签的人都按着标签所规定的方式生活着，有着各自独特的分工。这也会让我开始进行哲学3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就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的3个模器服一样，他们也有各自来的地方，还有各自的分工。他们希望去互相理解，有时候却做不到。于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带入了模器服里面，让他们互相去对话，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也不止这些，当时帮助我理解世界的音乐理论、符号学、认知科学等等的理论都被我一股脑的消化完了之后塞进了这个作品里。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些当时读的书啊什么的。你的声音是伪造的，身姿也只是纸上的假象。别吵了。好了，不搞抽象了，我们来说说技法吧。为了做出3个模器服，它们分别生活的1次元、2次元、3次元之间的差别，
我使用了扁平的平面二维动画，以及画在纸上的物理二维动画，以及体现出立体感的 3D 动画，这3种技术混合着使用。有可能你会觉得画面上花里胡哨的技法特别多，但是每一个技法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以及含义。关于音符的魔契符，我那段时间着了魔的一样，开始研究复音音乐的结构之美，还有赋格曲的相关文献，并且听遍了巴赫的平均律曲集，把我最喜欢的一首赋格曲转化成了视觉上的结构，并且用动画去编舞。实际上，这首赋格曲是整个片子的一个最大的线索。在后半部分，3个魔契符分别对应这首赋格曲的3个声部，而第2个魔契符反而是我最擅长的动画的表达。它不像音符，它的形状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同时，我用自己制作的转描台，在它上面蒙上一层纸，再用水彩笔去描画它，使它呈现一种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的感觉。它其实在我心里也对应符号学里面的图像符号 icon， 它可以既是鸭子又是兔子。接下来就要说说 3D 的月亮以及其他东西了，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就比如月亮，我使用的是 NASA 公开发布的 3D 的月面扫描数据，还有大家看到的海，其实是我自己在浴缸里面拍的水，还有里面出现的山，其实是我在谷歌地球上抠下来的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还有法国的勃朗峰，以及在开头还有结尾出现的人，其实就是我自己。当时为了制造出一个和现实稍微有一些区别的人物，我还用纸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这里是我假装漂浮的样子，真是笑死我了。至于很关键的声音部分呢，我邀请了东京艺术大学大键琴专业的一位演奏家，为我弹奏了巴赫的这一首赋格曲。而使用的大键琴呢，其实是来自一个日本的大键琴工坊。这台琴竟然还有自己的名字，它叫大吉君。而为了最好的呈现我脑海里面的声音效果，我也负责了音乐还有音效上的剪辑，当然我也给3个魔契符都配了音。你动起来不像球啊！你动起来不像球啊！哦，再赠送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这个作品的时长是8分08秒，它其实模仿的是巴赫在日文里面的发音巴哈，或者它也有无限零无限的意思。好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我是一个魔契符的世界地图里面几大洲的轮廓勾勒好了，不知道你看到现在有什么感想呢？其实距离这个作品完成已经过了4-5年了，期间我也做了很多新的作品，现在可以在一种更加客观的角度来回望它。现在看来，我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当时确实尝试了很多新的表达方式，而且我也有信心说它是一个诚实的作品。于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在无菌状态下制作的一个心灵的切片，它既是我一个阶段的记录，也同时让我收获了很多来自外界的折射、反射、好的评价、不解的评价。其实我并不觉得一个作品需要被所有人都理解，而这也是独立动画的有魅力的一点。正是因为它足够的个人，所以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某一种声音有着绝对的权利，压倒了所有其他声音的时候，这些个人的声音就显得尤其的珍贵。哎呀，虽然听起来有点像王婆卖瓜，但是这其实是我对所有的独立动画作者的一个夸夸。大家如果看了这个视频，或者是看了作品以后有什么其他的感想，也欢迎跟我说。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拜拜。